像这种方口的笔记本电脑电源或者是台式机电脑电源，怎么测量它的输出电压呢？很多人都认为一边测这边，另外一个呢测中间这个小针儿。其实不是这样的，给大家来演示一下。你来看，一个表笔接在这边，另外一个表笔接在中间这个小针上面，这样的万用表没有任何数值。正确的测量方法呢是测边上这儿，你来看，这样的就显示数值了，是吧？是一个20.5伏的输出电压。家里有废旧淘汰的电脑机箱，千万不要当废品卖掉。还有大用处，把里边的电源盒拆下来，就是一个多功能直流电源，但是直接通电，它是不工作，没有电压输出的，只需要加装一个这样的转接板，把电源盒上这个最大的插头插到转接板上，打开开关，指灯亮，电源开始工作，这时就可以输出正负12伏、5伏和3.3伏多路直流电压，功率是非常大的。接到12伏上就可以给家里的12伏的用电设备供电。接上电瓶夹子还可以应急给电瓶充电。接到3.3伏上就是一个 LED 灯的检测电源，用它就可以检测 LED 灯珠的好坏。接到5伏上还可以当充电器使用，给手机来充电。没有万用表，用个测电笔也可以大概的判断出变压器的好坏。先来测这2条红色的线，是它的初级线圈，看一下测电笔上面这个指示灯，如果亮就说明这个初级线圈没有问题。再来测它的次级线圈，看一下上面这个指示灯也是亮的，就说明它也没有问题。只要这2组线有一组灯不亮，就说明它是坏的。怎么判断遥控器的好坏呢？我们可以用个手机打开摄像头，然后呢遥控器对准摄像头，仔细看一下遥控器中间的白色的小灯珠，按任意按键看一下上面有没有红色的光，像这种有红色的光就说明它是好的，如果没有光就说明它是坏的。以前我们给内存卡下载电影或者歌曲，要把它插到读卡器连接电脑才可以。今天有了这个小东西，就可以用手机来下载了。首先把内存卡插到转换器上，然后再插到手机上，指示灯闪烁就连接上了。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手机的东西导到内存卡，也可以把内存卡的东西导到手机，使用起来非常的方便。冰箱不启动，怎么判断是不是这个温控器坏了？我们看一下上面有3个接线端子，这个呢上面标识 H 呢它就是一个282的输入电，然后这里有个字母 C 的标志，这个呢就是连接到压缩机的。我们首先把这个开关给它打到开的位置，然后呢用测电笔测一下这2个角，看一下导通不导通。像这个指示灯亮的就说明这2个角导通，只要导通呢就说明这个温控器没有问题。怎么判断这个电线芯它是铜的还是铝的呢？现在有很多这个铜包铝的，从外观看着是铜的，但是它里边就是铝的。那么可以分为2个方法快速的识别它。第一个方法呢，就是我们可以用个刀片刮一刮，如果刮完以后里边是白颜色的，就说明它是铝的。第二个方法呢，就是我们可以用个打火机给它烤一下。先来烤这个，你来看，烤完以后如果一烤上面就融化了，或者是像这个一样就变成白颜色了，你看这个呢就说明它是铝的。我们再烤另外一个，你来看，不管怎么烤它都不会变颜色，你看烤红了它都不会变颜色，你看还是黄颜色的，像这样的就说明它是铜的。你还真的以为插排上面的开关我们给它关闭了以后上面就没有电了吗？也不一定啊。你看上面这开关它只是断开了一条线，另外一条线呢是没有断开的。这个时候我们在用的时候，假如家里的强插上面的灵活线接反了，我们插上去以后呢，有可能就是断开的只是零线，那么呢上面还有火线，还是比较危险的。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假如我们买的插排接的是这种2相电的话，当我们在使用的时候，有时候这样插，有可能它断开的正好是火线，但是呢我们用的时候不知道有可能会这样插，这样呢就会断开的是零线，所以说这个上面还是会带电的。家里有这种废旧的手机充电头，千万不要扔，还有大用处。找一条闲置的手机充电线，把上面的 USB 插头给它剪下来，只留下黄色和红色2条线，然后再找一个报废的 LED 灯，剪下来一小片，把它这样焊接在这个插头上面，这样的一个非常亮的小夜灯就制作好了，非常的省电，1年也用不了2度电。洗衣机电机不转，但是呢可以听到电机上面有嗡嗡的电流声音，像这个毛病一般都是上面的启动电容坏了，我们给它换个电容，如果换了电容以后呢还是不转，那么就说明是上面的电机坏了。开关怎么更换才会更加耐用呢？你看这个开关用了没多长时间就又烧坏了，它的原因呢就是你来看上面这个插片非常的松动，它一旦松动呢就会发热，然后呢就会烧坏上面的开关。那么我们在更换的时候呢，我们呢需要
用一个钳子把这个插片给它就这样修整一下，给它捏一下，然后呢我们再把它插回去，这样换好的开关才会更加耐用。螺丝刀用的时间长了以后呢，前头就没有磁性了，当我们在使用的时候会非常的不方便。那么呢，我们可以在废旧的喇叭上面拆下来一块吸铁石，然后呢把它放在上面，就这样大概呢磨个5、6下以后，就可以给它充满磁。你来看，立马就有磁性了，是不是？电视有待机指示灯，但是呢用遥控器开的时候打不开，没有任何反应。首先呢，我们找到电视机后边的这个开机键，给它按一下。如果按完以后呢，电视还是不能开机，那有可能就是这个按键或者是里边的主板坏了。如果能正常开机，那就说明是遥控器坏了。家里有这种老式的音响或功放，没有蓝牙功能的，千万不要扔掉。这是一个智能蓝牙接收器，只要把它插到插座上，再把音箱的音频线插到它上面，就可以秒变成蓝牙音箱。手机连接上蓝牙就可以扩音听歌了。怎么快速的识别洗衣机电机到底是铜的还是铝的呢？我们都知道铜电机会更耐用一些。在区分的时候呢，我们看一下里边这个气泡线，你看这个气泡线呢颜色发深，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你看这个气泡线它的颜色发浅，像这种浅颜色的气泡线呢，就说明这个电机它就是铜的，这个呢就说明它是铝的。第二个呢就是看气泡线它的直径，这个气泡线比较粗，就说明它是铝的。再来看这个，它的气泡线是非常的细，像这种细的就说明它是铜的。这个呢就快速识别洗衣机电机、铜电机、铝电机的一个方法，你们学会了吗？养生壶底座坏了，你看这个就后边这个铜片已经断了，买不着一模一样的底座，那怎么办呢？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用的解决方法。我们首先呢就是把这个断的铜片给它先拧下来，这上面有一条螺丝，拧下来以后把这个断的把它扔掉，就不用它了。然后呢我们可以找一个最普通的这种电水壶上面使用的这种底座，然后呢我们可以在上面拆下来一个这样的小铜片，拆下来之后，然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铜片给它安装到养生壶底座这个上面，拧上螺丝以后你来看，就这么简单，一个电水壶就修好了。没有温表怎么判断冰箱启动器的好坏呢？可以通过以下2个方面。第一呢，就是我们首先这样抓住，然后晃动几下，听一下里面有没有喝啦喝啦的声音。如果没有声音，就说明它是正常的。第二步呢，我们找个东西把它先撬开，一边个卡扣，给它打开来以后，看一下里边的这个热敏电阻，看一下有没有烧糊，有没有烧坏这个小圆片。如果这小片没有坏，就说明它是个好的。电磁炉不加热，或者是断断续续的加热，像这个毛病呢，我们首先把它拆开后，先找到主板上面这个3条头的电阻，然后呢我们给它更换一个同样型号的，就可以很轻松的把它给修好。冰箱压缩机保护器怎么判断它的好坏呢？先看这个圆形的，我们在判断的时候，一只手先抓住上面的一个线头，然后呢我们用测电笔来测这个图片，看一下上面灯亮不亮，如果像这种亮的就说明它是个好的。我们再来测这个碟形的保护器，一只手先抓住上面的一个插片，然后呢用测电笔测中间的这个角来测一下，如果像这种灯亮的就说明它是好的，如果不亮呢就说明它是个坏的。这个小元件就是电饭锅里面的保温片，当它坏了以后呢，电饭锅就会出现不保温。那么怎么用温表来准确的测量它的好坏呢？我们可以把表先调到20千欧的档位，然后呢我们分别测量一下上面这2条线，看一下温表上面有没有阻值，看它阻值是多少。如果像这种有阻值的，一般就说明它不坏。我们看一下，现在阻值是 1.37， 有阻值就说明这是个好的。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再测量一下它漏不漏电，把表现调到20兆的档位，然后呢分别测量一条线和这个外壳，看一下如果没有任何反应就说明它不漏电。再来测这个也是不漏电，不漏电就说明这个保温片它就是个好的。像这种双开关在电瓶车上用的是比较多的，怎么用温表测量它的好坏呢？你来看，双开关它就相当于是2个开关叠加在一起的。测量的时候呢，你来看上面这个3个片，有2个颜色呢是白颜色的，这个是黄颜色的，黄颜色的是接里边的指示灯的。我们只要测量这2个白颜色的片就可以了，先把它打到开的位置，然后呢用温表测量，如果测量导通就说明它是好的，如果不导通就说明是个坏的。测量这一端也是一样，这样呢就说明这开关就是好的。洗衣机一直进水它也不转，教你不用花1分钱就能把它给修好。首先先打开后盖，
然后找到水位传感器上面这个塑料管，把它给拔下来，用个软电线捅到里面给它疏通一下，然后把这个管再给它装回去，就这么简单，一台洗衣机啊就修好了。插拔机抽不上来水，但是呢可以听到啊里边这个抽水泵的声音，就是不能抽水。像这个问题呢，一般都是这个小水泵坏了，我们呢只需要给它换一个一样的小水泵就可以解决问题。怎么判断电磁炉加热盘到底是铜的还是铝的呢？我们可以用一个刀片刮一下上面这个气包线，看一下是什么颜色。像这种白颜色的就说明它是铝的，如果是黄颜色的就说明它是铜的。注意看，真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出门在外，如果迷失了方向，是非常痛苦的。这个视频就教会了大家怎么解决。我们拿一根绣花针，用一把小刀沿着一个方向这样不停的划，大概划个50到100次，这个针就会产生磁性。再把一张纸剪成一个小圆片，在户外也可以用树叶代替，轻轻的放入水中，就是一个简易版的指南针。这个方法真的太实用了。家里的冰箱总是结冰，我们在开门的时候，如果轻轻的就可以把它打开，那么就说明是上面这个瓷器门条坏了，所以才会出现这个冰箱里面总是结冰。遇到这种问题呢，我们只需要把这个门条给它先拆下来，放在60度的温水里面浸泡5分钟，然后呢给它擦干净，到最后呢再给它安装起来，用胶带把这个门也给它封起来，过个24小时以后就可以解决冰箱结冰的问题。哎呦，焊接电池不用电烙铁，这样才更专业更结实。这个是彩屏的便携式点焊机，使用的时候插上2个点焊笔，不分正负极，铁片、铜片、镍片、不锈钢片都可以用它来点焊，牢固不堪焊，导电好，非常不错的好工具。用一节9伏电池就可以准确的判断出 IGBT 它的好坏。像 IGBT 呢用处比较广泛，像在电磁炉或者是电焊机上面使用的非常的多，但是这个东西坏的也非常的多。如果它击穿短路了，我们用腕表呢直接就可以测量出来，但是呢也有很多它是软击穿的，那么我们在用腕表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准确的测量它的好坏。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就可以用个9伏的电池，你来看，就这样给它先充下电，然后呢我们用腕表的风鸣的测量一下这2个角，如果这样测可以导通，我们呢给它再放下电，放完电后再来测，如果这样不导通了，那么呢就说明这个 IGBT 它就是个好的。怎么用腕表测量哪条线是零线，哪条线是火线呢？我们先把腕表调到交流20伏的档位，然后呢我们把这条腕表上面黑色的表笔这条线给它缠在手指上面，多缠几圈，缠完以后呢把这个表笔悬空，然后呢红色表笔分别来测量。你来看，这个呢是 2.07 伏，再来测另外一个，这是 0.71 伏。这个电压低的就说明它是个零线，这个电压高的说明它就是个火线。电源不通电，先来检查这个保险，看一下有没有烧坏。如果它没有烧坏呢，再来检查一下这个过流保护电阻。如果发现你看这个电阻烧坏了以后呢，也不要单独去更换它，还要再来检查一下上面这个电源管理芯片，有的是炸坏了，但是有的一些呢从外观根本看不出来坏，就算看不出来坏的电源管理芯片呢，我们也要把它给换掉，这样呢就可以把这个电源板给它修好。电压力锅不通电，一般都是这个温度保险烧坏了。我们首先呢找到上面这个电源线，顺着这个线往这边走，找到下边的这个东西里边一个拉管，就这个东西把它拆出来以后呢，就是这个温度保险。我们把它换了以后呢，就可以解决电饭锅不通电的问题。没有腕表怎么检测灯珠的好坏？我们可以用一个遥控器把里边的纽扣电池拆下来，然后呢你来看，只要这样测量，上面的灯珠亮就说明它是好的，如果不亮呢就说明这个灯珠是坏的。这个方法呢非常好用。电压力锅不加热，显示错误代码 E3，叫你不用花1分钱就能把它修好。打开后盖以后，我们首先要检查上面这个压力开关，出现 E3呢一般都是这个压力开关上面的触点氧化了，我们呢只需要找一个砂纸这样给它打磨一下，你来看就这么简单，一个电压力锅就修好了。这个就是电水壶上面的温控开关，它坏了以后呢分为3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就是电水壶不通电，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水没有烧开它就跳开了，第三种情况就是水烧开以后它也不跳，一直加热。遇到这3种问题呢，我们把这个开关给它换了以后就可以修好。定时器开关怎么判断它的好坏呢？像洗衣机、电风扇等等一些其他的电器上面使用是比较多的。那么如果它坏了以后怎么检测呢？我们来看，首先呢我们把这个小钮给它转一下，然后呢看一下这2个金属片，如果能接触到一起，我们呢用腕表测量一下，如果这2个呢可以正常导通，那么就说明它是好的。
如果这两个点不能接触到一起，测量的时候呢，这两个也不导通，那么就说明这个电视器开关就是坏的。电炒锅不通电，先打开后盖，检查一下插座上面的这两条线有没有断开。如果没有断开，就说明是中间的这个温空气坏了，我们只需要换个温空气就可以把它修好。像这种没有任何标注的锂电池，怎么知道它的型号呢？我们测量一下就能立马知道。你看这个它的直径是18毫米，就是18，长度呢是65毫米，它就是65。然后它是一个圆柱形的锂电池，用数字0来代表，就说明这块锂电池它的型号呢是18650。风哨噪音大，不用换新的，教你一招解决。先把后边这个标签给它撕下来，然后呢滴一滴缝纫机油，最后呢再给它粘上一个电工胶带，就这么简单，一个风扇就修复好了。很多人给电瓶车充完电以后，在拔充电器的时候都拔错了，拔错以后呢，很容易烧坏充电器，然后呢也容易损坏电瓶。那么正确的操作方法到底是先拔电源插头呢，还是先拔电池插头呢？我来教你。正确的操作方法，我们应该先拔电源插头，然后再来拔电池插头。德力西这款螺丝刀太好用了，普通螺丝刀维修效率低，这个体积小，动力大，非常灵便，带有各种劈头。家庭维修很方便，电池耐用，没电了手机充电器直接充电。没有万能表怎么判断电容的好坏？给大家分享两个非常好用的方法。第一个呢，就是先看电容的外观，比如这个上面已经鼓包的或者是漏液的，那么这个电容肯定就是坏了。第二种呢，就是我们如果看上面这个外观看不出来，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个手机充电器给它先充个几秒钟的电，然后呢用个小灯珠测试一下，如果这个灯珠可以点亮，那么就说明这个电容它就是个好的。热水器上的漏电保护开关一定要记得每月检查2次，就是上面这个按钮，当把它按下去以后呢，可以听到咔嗒一声，然后上面的指示灯灭了，可以正常断电，那么就说明这个开关就是好的。如果我们按完以后它没有任何反应，上面的灯它也不灭，那么就说明它已经坏了。像这些电源线不通电了，最容易坏的地方呢，就是这两个插头根部这个里边这个线使用的时候经常折来折去这里面就容易折断。虽然从外观上看不出来它好坏，但是呢，经过我们测试以后就能找到到底是哪个插头坏了。发现坏了以后呢，我们用剪刀把它给剪下来以后，其实呢，我们给它换上2个一样型号的这种插头，还可以修复好，接着再用。电饭锅上面的压力开关最容易坏了，当它坏了以后呢，电饭锅就会出现不加热，或者是一直加热不停了。遇到这种问题呢，大部分都是压力开关上面的接触点氧化引起的这个问题。我们呢只需要用个砂纸把它放在2个接触点中间，来回这样给它打磨下，打磨干净了以后就可以解决问题。电磁炉不通电，按上面的按键也没有任何反应，像这种毛病呢，我们首先把这个插头给它拔下来，然后轻轻的往上面插，仔细听一下有没有打火的声音，你听是有轻轻的刺啦刺啦的打火声音。像这种情况呢，就是说明主板上这个保险没有损坏。我们重点检查一下这个大的次换电阻，如果它坏了以后呢，我们把它和这个电源管理芯片一起换掉，就可以修好它。像这种3个引脚的开关，怎么来代替2个引脚开关使用呢？首先我们把这个开关给它先打到开的位置，然后在它斜对角的位置找到这2条线，就是接开关的线。家里有这种废旧淘汰的电源盒不要扔，这个里面全是宝。我们把这个壳子给它拆开，先说这个电源线，我们可以把它给拔下来。像家里的插排电源线坏掉了，或者是买插排的时候没有电源线，我们可以把这个线给它接上。然后再看一下上面这个板，它是个多路电压输出的板子，你可以看一下它有个14伏的电压输出，我们用它呢可以给家里的电瓶充电，像这种12伏的电瓶都可以用它来充电。还有这个5伏，它可以给手机充电宝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数码产品供电。注意看，视频中的小伙用一节干电池，然后放在屏幕的后面，慢慢的左右移动电池，屏幕上就会神奇的出现不同的数字符号。用这个方法检测屏幕的好坏，真的太不可思议了。家里的音箱或者是功放时间长了一直没有用，当用的时候呢，调节音量总是呢能听到里面哧啦哧啦的声音，噪音非常大。遇到这种问题呢，都是说明是这个音量电容器坏了。我们呢只需要在这个里面给它点2滴缝纫机油，然后呢不停的这样多旋转几次，就可以把它给修复好。水泥电阻个头这么大，里面到底都有什么东西呢？我们砸开一个来看一下，是不是和你想的一样。这是一个最常用的4环电杆，
那么怎么判断它的好坏呢？我们可以用个测电笔这样来测量一下。如果上面的指示灯亮，就说明它是好的；如果指示灯不亮，就说明这个电感它就是坏的。电视机显示图像不正常、偏色或者模糊或者有竖道，一般像这个毛病呢，都是主板和显示屏连接的这条线出现了问题。我们只需要把这条线给它拔出来，然后呢用橡皮给它擦一擦，给它再装回去，一般都可以解决问题。不管是什么样的电磁炉，如果出现不加热了，或者是加热一下停一下，断断续续的加热，遇到这个毛病呢，我们拆开后先看一下这个板上面有没有这样的可调电阻。如果有这样的可调电阻呢，我们给它换了以后，一般都可以修好它。电水壶通上电后呢，上面的指示灯亮，就是不加热。像这种毛病呢，我们首先拆开后盖，检查一下发热盘上面的这两条线有没有脱落。如果没有脱落，就说明是上面这个发热盘烧坏了。电饭锅不煮饭就跳到保温上面了，像这个毛病都是说明中间的磁缸坏了，我们只需要换个磁缸就可以把它给修好。拆这个旧磁缸的时候呢，你看中间的连杆给它去下来以后，然后呢给它捅进去就行了。然后把新的磁缸用个东西把两边的耳朵给它撬一下，用尖子钳子给它修整一下。修整完以后呢，从电饭锅的内部给它先捅过来，然后呢把两边的耳朵给它掰一下，让它卡在发热盘上面。到最后把这个连杆再给它捏一下，就这么简单。你来看，一个电饭锅就修好了。220伏的交流电机需要给它接上一个电容，它才能转。那么这三条线，我们哪条线接电容，哪条线接电源线呢？我们其实用弯表只需要把这三条线给它测量3次，就能立马知道。先把弯表调到200欧的档位，然后呢分别测量这三条线。红紫它的阻值是74.5欧，黄红这两条线是37.6欧，然后黄紫是37.2欧，这个红紫阻值最大。那么红紫这两条线就是接启动电容的，我们把线给它接上，再测量一下，黄紫是37.2欧，黄红是37.6欧。那么黄紫阻值最小的这两条线就是接220伏的交流电，我们把这个线给它接上。接好以后呢，我们通电测试一下，你看没问题，可以正常转。这个就是它的接线方法，你们学会了吗？我们用弯表测量高压二极管的时候，不管你是这样测还是反过来测，弯表上面都没有任何数值，根本没有办法测量高压二极管的好坏。那怎么办呢？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个测电笔就可以快速的检出它的好坏。你来看，如果我们这样测量，测电笔上的灯是亮的，就说明它是导通的。然后我们把它反过来再来测量一下，如果这样测量不导通了，灯不亮，那么就说明这个高压二极管它就是好的。电压力锅通电正常，就是不加热。给大家分享一下它的维修方法。首先我们要先找到主板上面这条红色的线，然后顺着它一直走到这边，它是连接到发热盘上面的。在它们两个中间这个位置上有个这样的白色的蜡管，把它拆出来后就是一个这样的温度保险，我们把它换了以后就可以修好它。这个焊丝不仅可以用电烙铁焊接，把它缠在线头上，用打火机烧一烧就能焊上。想焊接电池、不锈钢、铁片、镍片，也不用任何助焊剂就能轻松把它焊接上。电视开机以后黑屏有声音，像这样的毛病呢，大部分都是背光灯条坏了。我们如何判断是不是它的问题呢？我们可以用手电筒把它照在这个屏幕上面来看一下，可以看到很清晰的字，这样呢就说明这个屏幕是没问题的。那么它的问题呢就出现在这个背光灯条上面了，背光灯不亮，我们呢只需要把它拆开以后换上这样背光灯条就可以把它修好。电烤箱不加热了，怎么判断这个发热管的好坏呢？我们用个测电笔就可以了，一只手先摸住发热管的一头，然后呢用这测电笔我们测另外一头，如果上面的指示灯亮，就说明这发热管它是可以导通的，就说明它是好的。再进行第二步测量，就是测它的外壳，看一下指示灯亮不亮。如果指示灯不亮，就说明呢它不漏电，它就是个好的；如果指示灯亮，就说明它漏电，也是个坏的。电炒锅上面的品字插座烧坏了以后呢，我们在更换的时候不要再换这种黑塑料的了，这种塑料的不耐高温，很容易烧坏。我们可以换成这种胶木的，它不仅耐高温，而且也特别耐用。电磁炉只要主板上有这样的可调电阻，那么呢它就会有一个通病，这个东西呢用时间久了以后它就会坏。当它坏了以后啊，电磁炉就会出现不加热或者是断断续续的加热，加热一会儿停一会儿。遇到这个毛病呢，我们只要换一个这样的固定的色环电阻就可以了。因为你如果还是换个这样的可调电阻的话，用不了几年它还会坏。像这种触电按键怎么判断它的好坏呢？你来看一下，大部分的触电按键呢上面都是有4个引脚的，也有的是一些2个引脚的。像这种4个引脚的呢，
先看一下这两个距离是比较远的，其实这两个距离比较远的，它两个呢是一条线，是导通的。我们呢就可以把它作为是两个银角就行了。用王阳表的凤鸣档来测量上面这两个角，默认这两个角它是不导通的。当我们把这按钮按下去以后，它就会导通，松开就会断开。像这样的开关就说明它是个好的。以后开关灯再也无需用手了，只需要把这个小东西拧在你家的灯座上，再把灯泡拧在它上面，不用联网，不用设置，用嘴就能控制灯的开关。打开灯，关闭灯。家里的手电筒坏了以后不要扔，其实很多都是小问题。这个视频就教会了大家怎么去解决它。电饼称上面不加热是什么问题呢？你看这个下边的指示灯是亮的，可以正常加热，就是上面指示灯不亮，它也不加热。当把这盖儿往上掀开以后呢，你来看上面的指示灯就亮了，这样呢就可以正常加热了。往下一盖，这个盖子它就又灭了，你看没有？总是一亮一灭的。像这个问题呢，都是说明上盖和下边这个连接部分里边的连接线断了。我们只要把里边的线给它重新接一下，这个电饼称就可以给它修好。音箱的声音断断续续的是什么问题呢？如果我们把这音量给它调小了以后，它的声音就正常了。但是呢，把音量给它调大了以后，它就会出现断断续续的，或者是直接就关机了。像这种问题呢，一般都是里边的电池不行了，我们只需要把这个电池给它换了以后，就可以解决问题。整流桥怎么接线呢？如果接错线后，就会烧坏整流桥，也有可能会烧坏主板。不管是什么样的整流桥，也不管是什么样的外观，一般它们的接线方法都是一样的。我们来看这个整流桥，中间的这两个角上面的符号都是两个波浪形的符号。波浪形的符号呢，就说明它是交流电输入。然后再看两侧的，这边是个加号，这边是个减号。减号这边呢，就是说明它是负极输出，然后呢，加号这边就是它的正极输出。这个呢，就是它的接线方法。烙铁头氧化发黑不粘锡怎么办呢？你看无论怎么弄，这个锡珠都掉下来了，根本不往上面粘。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个烙铁头修复膏给烙铁头给它修复一下就可以了。只需要插进去几秒钟以后，你来看这个烙铁，再来焊接焊锡，你来看这个效果非常的好用啊。想要把内存卡插在手机上下载歌曲视频其实很简单，只需要一个这样的3合1读卡器就可以实现。不管你是 OPPO、vivo、华为、小米还是苹果手机都能用。首先把内存卡插在它上面，再把它插在手机上，打开文件管理就可以看到内存卡里面的内容，里面的东西可以随意删除移动，还可以下载新的东西到里面。手机内存卡的东西可以互传，非常方便实用，有手机的一定要备一个。太厉害了！遇到十字劈头滑丝的螺丝拧不进去该怎么办？这个时候只需要把劈头换成自钻螺丝钉，然后再对准螺丝拧，很轻松就可以把螺丝拧进去。太聪明了！船形开关是怎么接线的？像电饭锅上面经常使用这种大功率的船形开关，上面这3个角，仔细看，有一个角呢是黄颜色的，这黄颜色的它就是接零线的，中间这个角它就是接负载的，也就是说它是接发热管的，最下边这角它就是接火线的。这个呢就是它的接线方法。电动自行车后面的靠背松动了，怎么给它紧固一下呢？你看前面后面都是没有螺丝的，那怎么把它拆下来呢？我们可以用个1字的螺丝刀，把它先插入到后边的这个塑料壳里面，然后就这样一撬，就可以把这个盖子给它撬开。这个盖子上面呢是用的卡扣的设计，撬开了以后，它这个松动的原因呢，我们来看一下，是3颗螺丝掉下来了2颗，然后我们把这2个螺丝再给它拧紧了以后，到最后把这个塑料盖再给它扣上，就可以完美的解决了。洗衣机甩桶不转，我们首先检查一下这条刹车线，看一下有没有断裂。其实这个东西腐蚀的非常严重，很容易断裂。如果它断裂了以后呢，我们直接用个铁丝这样可以给它绑起来，或者是换一根这样的刹车线就可以解决问题。家里有这种报废的电水壶，千万不要扔。我们把这个后盖给它拆下来，然后把耦合器上面这条线给它拔下来，再把发热盘上面的这条线也给它拔下来，最后呢把它再插在耦合器上面。这样呢，我们把剩下的这个插头用电工胶带把它缠起来，然后把这个电水壶再放到底座上面，测试一下，看一下上面的指示灯亮不亮。如果亮，就说明是这个电水壶开关坏了；如果指示灯不亮，就说明是这个耦合器坏了。把坏的配件给它换上，就可以轻松修好它。
手机的声音越来越小了，包括来电话铃声也越来越小了。像这个问题呢，都是说明喇叭上面的防尘网灰尘太多，给它堵住了。我们只需要用一个硬牙刷，然后呢，蘸点酒精，把上面的灰尘都给它刷干净以后，就可以解决问题。音箱不开机，打开开关以后呢，你来看上面的指示灯没有任何反应，也不开机。像这个毛病呢，我们首先找到开关后边的这2条线，然后呢，用个镊子把它短接起来，看一下能不能开机。你看，如果可以正常开机了，那么像这种问题呢，都是说明是上面的开关坏了，换个开关就可以修好它。电风扇上面的电机5条线是怎么接线的？黄线和黑线接启动电容，黑线也是公共端，它是接零线的。蓝线是慢档，白线是中档，红线是快档，这个就是它的接线方法。这个就是1980几年中国向外国出口的台灯，当时中国已经就有这种触摸式的技术了，非常先进。只要触摸上面的罩子或者下边的码，轻轻的触摸就可以控制灯的亮度，也可以控制灯的开关，非常神奇，是吧？使用电热水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开关，每个月都要检查一次，往外掰一下，看一下能不能排出水。如果不能出水，就要及时更换了。这个事情要重视起来，不能忽略它。我们来看一下电机的工作原理。当这2块磁铁靠近转子的时候，它就转起来了。靠的距离越近，它的转速就越快。当磁铁慢慢离远了以后呢，这速度也就下降了。那么用2块磁铁它可以转，用1块磁铁能不能转呢？我们来测试一下。你看，1块磁铁放到这边呢，它也可以正常转。也是离的距离越近，它的转速就越高。那么1块磁铁可以转，那么为什么还需要用2块磁铁呢？电饭锅做熟饭以后不能保温了。像这个问题一般都是里边的保温片坏了。那么怎么准确的判断出是不是它的问题呢？我们用温表测量一下这2条线，看一下有没有阻值。像这种有阻值的，就说明这保温片它就是好的；如果没有阻值，就说明它是坏的。第二步呢，我们就把温表先调到20兆的档位，再来测量一下分别这2条线和它的外壳有没有漏电。像这种没有漏电的，就说明它是好的；如果有漏电的，就说明这个保温片它就是坏的。这个呢，就是它的测量方法。最准确的判断 IGBT 好坏的方法呢，就是我们准备一节9伏电池，就这样呢，给它先充下电，然后呢，用温表测量一下这2个角，看一下导通不。如果这样可以导通，那么给它放下电，再来测量。如果不导通了，那么就说明这个 IGBT 它就是个好的。电饭锅做不熟饭就跳到保温上面了。像这个问题呢，都是说明磁杆里边的这块磁铁它的磁性变弱了。我给大家呢来做个实验，大家呢看一下就明白它的工作原理了。冰箱的冷藏室总是结冰，像这个问题一般都是上面的温控器调错了，看一下有没有调到7。如果调到7以后呢，冰箱它就会一直运行不停机，所以冰箱就会结冰。这个时候呢，我们先把它调到3，测试一下，看一下能不能停机。如果压缩机还是不能停，那就说明是上面的温控器坏了，我们换个温控器就可以修好它。空调制热效果差，或者是制冷效果也差，遇到这种问题呢，先不要着急花钱去找师傅修。像这种问题呢，大部分都是后边这个散热片上面很多灰尘堵住了，它堵住以后呢，散热效果差了以后，空调就会出现制热效果或者是制冷效果非常差。我们呢，只要把它清理干净以后，就可以解决问题。